大家好，眼前看到的这是田油菜心的生长进度啊。今天打算将这些四季豆移植到后院，而另一槽看到的则是紫薇小白菜，掺杂其中比较细小的则是自己长出来的龙葵啊。感觉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秋冬作物种植，但是平地因为天气热的原因，也听到了一些不尽人意的消息呀、比如菠菜天气不够冷，不容易出芽的状况。而这些采用事先育苗的四季豆，原本打算就种植在猪舍里，不过遇到了一个困扰啊，这土壤有机质非常高，土壤太过疏松，加上土壤层不够厚了，水泥地板的条件下，利用竹子搭棚架会不稳固啊。目前猪舍内利用铁丝搭设平面棚架的想法，则还在思考如何建构与作物安排中啊。在进行挖掘四季豆种苗前，已经有事先浇水，不过土壤太疏松，不容易黏化，因此挖起来的幼苗根系不容易带起扎实的土壤，也就只能靠工具挖深一点，多保留一点细须根。在天气热的时候，后院棚架的侧边习惯会多插上几根竹棍啊，除了容易固定，也是增加棚架利用的方式。在侧边种植攀爬类作物，还可以有遮阳的效果。而这下方的砖墙特地打了一个洞啊，让水可以自动流往内部，方便浇水。影片后段再来呈现正在模拟简化浇水与施肥的过程。种植豆科攀爬类作物有个习惯，就是不搭网或拉绳啊，顶多拿几个夹子当做辅助，这样事后的善后工作可以轻松非常多。而四季豆的藤蔓比较轻啊，一根竹棍旁可以种植2颗。在进行移植的时候，才发现这已经有要开花的现象了，不知是否是老黑土的效应了。因此移植完，这些老黑土就摆进封闭的空间里。对于利用原生老黑土的说法，可以提供不错的益生菌种。只要一把老黑土的益生菌，就可以改良土壤。不过有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啊，使用时最好先摆在封闭的空间里，尤其像这些黑土含有很多草籽啊，不要未受其利，却反而深受其害啊。而这位置离影片后段提到的虹溪中继池很近啊，为了更便利，才又将砖墙打了一个洞，内部地势比较低，水就可以顺利流过去。接着顺道看一下利用花生壳种植蒜头的生长进度啊，因为天气热的原因，这几天才比较明显有感觉开始出芽。蒜头已经分了好几批，陆续播种。蒜头种植影片因为已经分段呈现过，虽然也有记录了，若是有剪辑的话，会改成完整的一部影片。不过这需要到明年的3、4月才有办法采收啊。而这豇豆种植也是没有拉网或拉绳的种植方式啊，不好预测天气变化，夏季作物就加减种，避免出现空窗期造成缺菜的窘境。内部这颗则是测试气温适合度的结球莴苣啊，种植在棚架下呢，气温不够低的因素一样出现土壤没有包覆的，而棚架下更内部的则是软梗蒜头，这是用蒜花种出的蒜种再次播种，没有要种植到蒜头的程度，要当作大蒜使用。接着呈现的是模拟浇水施肥后的隔日土壤湿度啊，
青葱种植的位置算是半悬空的方式。一旁的福山莴苣这几天的气温有降下来，感觉菜叶生长的状况有明显变好。接着来分享模拟中找问题的影片。眼前这是要将酵素施肥与浇水合二为一，先行模拟，再边找问题修正，来提升效率的影片。在蓄水池中先多放一个桶子，再将盛水马达摆入桶子里。眼前这蓄水池是利用虹吸现象与河道连接，河道进水口处呢，有挖了一个比河道深的小中继池。这样就算河道没水，蓄水池的水就会自动回流。当河道来水，水进入中继池后，水就会往蓄水池跑。经过这样修正后呢，不需要再重新启动，目前已经维持了几个月的动态平衡。因为有些作物要单靠打底肥与自然的力量种植呢，会感觉生长效率比较低之外，比较吃肥的作物口感会比较差。而因为是使用自制的酵素易肥在使用时需要进行稀释，一次直接将酵素倒进蓄水池，浓度会太低，水也用不完了。在蓄水池里多摆放一个桶子的原因，是想要省掉将水抽上来，经过稀释后才又拿去浇水。这若是小范围还可以接受，大范围水桶还得搬来搬去，实在非常麻烦。所以目前改进的方式是直接在蓄水池里进行稀释。这样虽然只是少掉了一个抽水上来稀释的流程，但是电力消耗却可以省掉一半。而因为后院地势高的原因，几乎每一块菜床都留有蔓延的沟槽，浇水更接近根系，也有助于多雨时的排水。而这些沟槽的另一个用途是可以直接进行蔓延，尤其单人操作时，水管可以摆着让它自己流。由于菜床当初都切成一小块来种植不同作物浇水时呢就会比较麻烦。之前也想过在不同菜床间装上硬水管将不同菜床串联起来。后来因为觉得不同作物呢对水的需求不同，要这样做，连作物种植种类的位置都还得依据地势高低进行安排，所以就作罢。而目前这样做的方式有一个问题尚待改善因为桶子不够大，得时常调整进水与添加酵素盛水马达又得泡在水里，避免过热干烧。水一变少，桶子还容易浮起来。现在想到的简单办法是再找机会换一个深一点的桶子压到水里再推起来，这样顶多2次呢，整区的用水与施肥应该就够用了。这样酵素的浓度会更容易控制之外，人也不用走来走去，可以专心浇水了。至于桶子内水变少、浮动的问题，在桶子内多放砖块等重物也可以解决掉。而浇水动线，这是隐形的问题这跟电池的电力分配有关系这电池虽然是汽车汰换下来的，蓄电能力已经比较差，但是充好电目前还可以撑个几十分钟连续抽个几千公升没有问题。不过一开始电力强的时候呢，个人是从比较高的地势开始浇起，这可以降低出水量与出水的强度以避免水管直接摆放在沟槽里，沟槽被冲刷得太深在电力转弱后呢，改浇地势比较低的地方，这样可以提高出水量，
避免水管拿太高，水会上不来。会遇到的问题与平时解决的办法大致如此啊。接下来就可以先简单看一下，几分钟操作下来，漫荫后的土壤湿度。谢谢收看。